谢玉梅，我是嫡女，好歹还能想一想，你就不一样了。不过做妾还是有盼头的，毕竟姨娘不需要什么身份家世，长得好看，会侍候男人就行。你别得意，你这种贱人连妾都没资格做。真不好意思，刚刚陈少爷还说了，只要我同意，八抬大轿抬我进门，可惜我不愿意。至于你嘛，陈少爷是个怜香惜玉的，托人求上一求，一顶小轿还是肯让人抬过来的。谢玉梅羞愤欲死，心底说不出的恨意。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吧，别闹了，这是侯府。谢玉梅脸上露出一个狠厉的表情，扑通一声，谢玉渊跌入了湖里。谢玉渊本能的想挣扎，却被湖里的水草缠住了脚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小腹一阵抽搐似的疼，似有把刀子在里面搅动着，身下的水泛起一股布满血腥味的深红色。他眼睛一睁，人慢慢的沉了下去。陈心燕奋力往下，把缠在他腰上的水草野蛮地拔掉。谢玉渊脑海深处乱糟糟的，脚上一轻的时候，他的嘴角浮上一个极浅的笑容。你上辈子负了我一次，这辈子救了我一次，陈心燕，咱们两清了。还有，谢谢。陈清燕把谢玉渊拉上去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累得脱力了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脱力的在谢玉渊边上躺倒了下来。恰好这时，闻讯而来的下人一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吓得魂儿都没了。都是死人呐，赶紧把人抬回去！快把我三妹抱走啊！母亲，请郎中，快请郎中！谢玉梅看着面前人来人往，死死地咬住了牙关。谢玉梅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心狠手辣的人。二姐，她死了吗？你死，阿渊也不会死。老鬼，我问你，人和鬼哪个更可怕？人啊。可人都说鬼可怕。人说鬼可怕，鬼说人善变，人说神逍遥，神说人自在，人说佛慈悲，佛说人心脏。小鬼啊，做人走人路，撞鬼踏鬼途，且去吧。谢玉渊猛地睁开眼睛，眼前闪过几道影子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还活着。小姐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谁死了，小姐都不会死的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你癸水来了，寒气侵身，不过死不了。奇怪，我怎么听见了我师父的声音？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，你眼瞎呀！张旭怀上前一步，愤愤地看着这丫头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叫嚣着两个字：本太医不爽。谢渊眼底浮现出一丝笑意，正想说师父你怎么来了，突然心里觉得不对。那日船上一杯米酒了却了师徒情分，师父怎么可能出现在他面前？是出了什么急事吗？妈妈，出了什么事？罗妈妈见瞒不住，小姐，是魏温出事了，他为了救二奶奶和歹人拼了命，现在快不行了。他现在呢？断了4根肋骨，5脏6腑统统移了位，如果没有我呀，死得透透的。有我在，阎王不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姨娘要动的人不是他吗？为什么会是娘？娘人呢？小姐，二奶奶没事，只是受了点惊吓。罗妈妈，扶我起来，我去看看魏温。去什么去？在我那堂师呢，3个月后你来领人。谢玉渊心中大动，若非已到了命悬一线的情况，师父又怎么会把人弄到他的身边？他双手撑床，就在床上跪坐起来，然后冲着张虚怀深深一拜：救母之恩，恩比天大，求太医治好他。还用得着你说啊？便拂袖而去。罗妈妈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，一个字都不许落下。罗妈妈何曾见过小姐如此声色厉急的样子，忙把下午的事情都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，末了道：奴婢去的时候，二奶奶和魏温都躺在血水里，奴婢的心都快吓停了。二奶奶醒了，
眼见着未婚的孩子快没气了，他让奴婢抱着他，用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才走出的谢府。谁拦着？少姨娘和太太两人都拦着，一会儿说什么不成规矩，不成体统，一会儿又说二奶奶勾引男人，总之就是不让我们出府。后来呢？后来幸好在路上遇到了正在巡逻的苏世子，苏世子帮我们弄了辆马车来，亲自赶车去了太医院，这才找到了张太医。也是巧了，张太医这一日没有去宫里，才将把魏温这条小命给保住了。小姐，他们欺人太甚。谢玉渊听罢，冷汗已将他的后背打湿，整张脸阴沉的可怕。倘若没有执意将魏温留在娘的身边，倘若半路没有遇着苏长山，那么谢玉渊眼中的恨意绵绵不绝。前世用在他身上的气量，这一世用在娘身上。少姨娘，谢太太，这笔账我要怎么同你算呢？小姐别怕，奴婢已经派了沈荣去通知三爷了，三爷回来定会为咱们青草堂做主的。三爷通知了，谢二爷呢？闹了这么大的动静，小姐醒来之前人已经赶回来了。现在人在哪里？听说是往少姨娘房里去了。是吗？发妻出事，先往姨娘房里去，是想找少姨娘算账呢，还是想商量如何料理后面的事情？妈妈，几十年了，隔着2辈子，是该算算总账了。罗妈妈一愣，什么2辈子？小姐莫非气糊涂了吧？啪！谢二爷一巴掌甩过去，少姨娘捂着脸，心里惊恐万分地看着男人。她原本打算的好好的，但是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高氏身边竟然有个会功夫的小丫鬟，更没有想到高氏为了这个小丫鬟不惜以死做威胁跑出府去，而且还能碰到苏世子，闹了个满城风雨，只差一步啊！二爷，我今日做下这等事，是横下一条心碰死在这里的。二爷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我都认了。可死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你也不用寻死觅活的，我素日待你不薄，做错了事，你便学着那市井妇人来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，给谁看呢？做给二爷你看。表哥，我与你从小青梅竹马，你怜我，我敬你。你常说要娶我为妻，还说要疼我一生一世，这些话于你来说不过是玩笑，可我从来当真。我盼着长大，盼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头戴凤冠，身披霞衣，做你堂堂正正的妻子。可我盼来了什么？谢一伟哑然。你娶高氏，我无话可说，只怪自己比不上。我一不纠缠，二不寻死觅活，我只想表哥若是好了，我怎么样都好。后来高家出事，表哥休妻娶我，老天垂怜，让我这些年的念想成真。我为二爷操持内宅，生儿育女，没有一日心里不爱着表哥你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，表哥？陈这么烂果子的事，你又何必再提？你把高氏弄回府，我认；你把高氏抬为正妻，让我做妾，我也认。可是表哥，你知道这么些年来，我心里没有哪一天不跟遨游似的。若不是为了那2个孩子，我早就一条白绫死好几回了。我这也是没法子的事，你当我愿意吗？我心里不恨吗？我不疼你吗？我若不疼你，又何必独独把你带在身边？表哥待我如何，我心里全明白。正因为明白，这些年像供祖宗一样把青草堂供着，再难再恨也都暗暗忍了。可是我能忍，我的一双儿女不能忍。你这个庶出的名头，做人行事一人一头，更别说婚嫁上了。自己儿长到15，你看看家里有几个来提亲的？来提亲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表哥，那可也是你的儿子女儿啊！你忍心他们这辈子就这样吗？
那是他们的命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就得认命？谢老二沉着脸不说话。表哥，连大奶奶都知道要为自己的儿子谋好处，那一双孩子是我的命啊！我不为我自己想，我也得为了他们着想啊！你为他们着想，可有为整个谢家着想吗？高氏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连我都动他不得，你竟然敢动！你动他之前，可有想过后果吗？正是因为表哥不敢动，所以我来做这个恶人。表哥对我痴心一片，我为着表哥去死，为着一双儿女去死，我死的心甘，就算万人骂，万人唾，也无怨无悔。你这个痴儿呀！表哥，我是被逼到绝路了呀！少姨娘伏在男人的怀里，哭得声嘶力竭。从绿柳居出来，谢二爷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要把这事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他在大太阳底下站了片刻，直奔福寿堂。福寿堂里，谢玉梅泪如雨下。祖母，若不是三姐私下偷偷和陈少爷见面，我也不会把他推进湖里，是他不检点在前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真当我老糊涂了吗？就算我老糊涂，边上还有个你二姐呢。二姐一向和三姐要好，她的话你老人家也信吗？祖母，我是为着咱们家的名声啊，传出去谢府三小姐私会陈家少爷，这满京城里还有谁敢娶府里的小姐？祖母，我是被逼的。当真？谢太太心下有了些松动。梅儿的话比真金还真。我是祖母手把手教养大的，若不是被逼急了，又怎么可能在侯府里做出这样的混账事情来？就在这时，谢二爷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谢太太一看儿子来了，来人，把四小姐扶进院里看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母亲，这又是怎么了？老二啊，你这是打哪里来？绿柳居啊。哎呦，老二啊，这两两是干了蠢事啊！母亲，先不谈这些，咱们先得把这事给化解了。谢太太一听这话，知道外甥女在老二面前求过情了，却还装模作样的道：“怎么化解？你可知道刚刚在侯府发生了什么？”还有侯府什么事啊？四丫头把三丫头推进了湖里。什么？谢二爷大吃一惊，一件事遮掩起来都难得不行，这两件事加起来如何遮掩？怎么能遮掩得住呢？哎，老二啊，我这心啊像是在油锅里煎了一样，恨不得把四丫头打一顿才解气。可那丫头也不是故意的，原是三丫头和陈家少爷私会，他恨三丫头坏了府里的名声，这才冲动行事。有个不守妇道的娘，自然就有不守妇道的女儿，真是一丘之貉。哎，这事儿咱们还得软着来，想想法子怎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谢二爷按耐住心里的火气，绷着脸一言不发。留观堂里，一个刚留头的小丫鬟匆匆跑进来，嘴里噼里啪啦的把刚刚福寿堂发生的事情说了个七七八八。那死丫头这样胡编乱造，太太也信？小丫鬟点点头。大爷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好？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偏偏太太还信。真的是糊涂啊！好不容易儿子的婚事定了，就等着把人娶进门，结果倒好，二房那对蠢货母女，一个想奸死主母，一个想淹死嫡姐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尤其还是那个小的，干了坏事还不承认，他当侯府的人都是吃素的。事情一出来，侯府那头就派人查了个底朝天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得清清楚楚。若不是那陈家哥儿理亏在先，那蒋夫人还能跟他左打招呼右打招呼？谢大爷也是气得不行。这他妈叫个什么事儿啊！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打打杀杀，弄点人命出来才安生，这眼里还有王法没有？
爷呀，我说句诛心的话，咱们这一房早晚被二房连累死，你瞧好吧。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你冲我喊闭嘴，怎么不叫那对母女收手？我告诉你谢一平，这事儿连累不到我，连累的是你儿子在外头的名声和婚事，连累的是你女儿的婚嫁。谢大爷的脸比锅底还要黑，我呸！也亏那对母女做得出来，老娘我都臊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一钻。爷呀，二房糊涂，两个老的也糊涂，咱们可不能跟着糊涂呀。就在这时，外头有丫鬟喊道：大爷，大奶奶，管家大奶奶来了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，管家来退婚了。你给我消停些，别自乱阵脚。谢一平，我儿子的婚事前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了。管家大奶奶崔氏一进门，连口茶都没喝，便冷冷道：大奶奶，俗话说得好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为什么乱臣贼子皇上要杀要砍要抄家？那都是因为他们犯了国法，家规亦是如此，以上犯下，以庶犯嫡，以妾犯妻，那是家法不严。顾氏一听这话，脸臊的都没处摆。人生在世，有心机不可怕，在内宅里混，哪个女子没点心机？没心机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但心机过了头，那就是祸事。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，我又何尝不知道是这个理？我也不瞒着，大奶奶来之前，我正和我家男人置气呢。你说，大奶奶呀，有些话我都没脸说了。哼，您是没脸说，可有人就有脸做。这里可不是扬州府，巴掌大的地方，天高皇帝远，有点龌龊事遮了下，掩一下也就过去了。这里是天子脚下，天子脚下是讲王法的，御史台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？您的意思是，我家大哥儿被御史台盯上了？大奶奶，我就把话点明了吧，御史台不盯着大哥儿，他也盯上了谢家二爷，大哥儿不会受连累吗？你可知道我家老爷为大哥儿的这个位置走了多少人的门路，碍了多少人的眼睛？顾氏一听，禁不住浑身汗毛直竖。他不懂官场中的这些事儿，但有一点却是知道的：宠妾灭妻就是家风不正，家风不正则人品不正，人品不正的人，朝廷会用吗？大奶奶，我也不吓您，宁府上高氏这个身份就是个炮仗，弄得好炸出个惊天富贵，弄不好炸得人遍体鳞伤，连我们这些旁人都知道要忌惮着。你们府里的人怎么反而把那炮仗点着了呢？大奶奶，您看在大哥儿的份上，指条生路吧。我日后一定把媳妇儿当成亲生女儿，不，比亲生女儿还要亲。唉，纸包不住火，这事儿早晚传到宫中去。这几年宫中对高氏不闻不问，只当没这个人，在旁人看来，不闻不问就冷了的意思。可我家老爷说，高家所有人都死绝了，唯独高氏毫发无伤，那就是皇上有意想留高家一条血脉，所以前几年才会还用还嫁妆这个事情敲打你们谢夫人。作孽呀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崔氏按照老爷的交代，在机上写了一个字：分。大奶奶，我家老爷说了，想要不被炮仗炸伤，唯有离得远远的。那炮仗若是炸出个富贵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；若是炸出个大坑，到时候你们也能把这个坑给避过去。言尽于此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老爷夫人都等着我去回话呢。顾氏魂不守舍地把人送走，自家男人从里屋走出来：大爷，你在里面可都听见了，得赶紧拿个章程出来呀。还有什么章程拿得出啊？想办法分家呗。处在漩涡中心的青草堂此刻却分外的安静，而这时谢二爷站在垂花门处，看着残月高悬的夜空，心里打了几遍腹稿后，大步走入青草堂。二爷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罗妈妈不放心地冲小姐点点头，示意她就在门外守着。
今日你和你娘受了委屈，父亲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，怎么处置少姨娘和你四妹。父亲打算怎么处置呢？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禁足3个月，你看如何？谢玉渊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惊讶，他薄削的唇角绽放出一个微小的弧度。要是你嫌太轻，那就改成半年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一家人？谢玉梅推我下水的时候，邵姨娘对娘下手的时候，可没说是一家人。你四妹推你下水，也是你不对在先，你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错在何处？你错在不该在侯府和陈家哥儿私会。父亲，信他的话。这事虽然是你错在前，但他也错了。我打也打过，骂也骂过，他们也说是朱由蒙了心，愿意给你和你娘磕头赔罪。我若是不愿意呢？阿渊呐，从前是父亲做错了，也是父亲愧对你们娘俩。将来你出阁，父亲一定赔了厚厚的嫁妆，也答应你会好好照顾好你娘。你好好考虑下，这几天不用往福寿堂请安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只管派人来说，父亲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慈父做到了8分，还有2分，谢二爷再也不想撑下去。说完掉头就走。他一走，外头的丫鬟个个为自家小姐打抱不平起来。不配，明明是四小姐嫉妒咱们家小姐，到他嘴里倒是咱们小姐的不对了。只要人家得宠呢，他说黑的，二爷就信是黑的；他说白的，二爷就信是白的。这种老子还不如没有。就是这种话，连我们当下人的听了都觉得寒心，真不知道小姐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谢玉渊心里没有任何滋味，事已至此，这层遮羞布就算谢家人想遮上，他已经是不愿意了。妈妈，你进来。小姐，奴婢是真听不下去了，青天白日的，没有这样泼脏水的。妈妈，把谢家3小姐、侯府私会、陈家少爷的消息找人传出去。小姐，罗妈妈惊得眼珠子都掉了下来，哪有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的？他们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我就偏要来个满城风雨。妈妈别怕，到时候会有人帮咱们澄清的。话音刚落，秋芬的声音在外头响起：小姐，二奶奶请你去一趟。谢玉渊独自进了屋。坐吧。癸水来了，肚子疼吗？疼，可算是长成大人了。娘，我早就是大人了。做大人有什么好？今日我把那孩子抱在怀里，他轻的就像一片纸一样，软软的，半点分量都没有。谢玉渊知道他说的是慰温，原是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，家里穷，穷得走投无路了，才被江婷买来的。看着他为了救我奄奄一息，我也是豁出去了。娘豁出去是对的，换了我怕是要杀人了。阿渊呐，娘错了。娘是后悔谢二爷的事情吗？没错，我念了1个下午的心经，心根本静不下来。你说的对，顾及这个顾及那个，独独顾及不了自己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？娘，阿渊，等你三叔回来，把那张纸给他，让他交给御史台吧。娘终于想通了，要么忍，要么狠，他们两死，总比咱们两死要好。人都是惜命的。从高氏房里走出来，也许是因为有了奋斗的方向，谢玉渊突然觉得小腹不疼了。青儿，小姐，你明天想办法出趟府，把这根银针送到苏长山的手里。他若问起来，就说我想求他帮忙做件事。小姐，苏公子会肯吗？他一定肯的，他欠我一条命呢。是，小姐。这罪状让三叔递到御史台不合适，三叔将来还要在官场上混，若是连亲大哥都出卖，旁人会觉得他心狠手辣。苏长山那家伙背靠国公府，又有正经官职在身，由他来递最合适不过。这一宿长的简直叫人上气不接下气，天光好像总也亮不起来似的。都说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闺中小姐后花园幽会少爷桥段
仅仅过了一夜，便在京城沦为笑谈。嘿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那谢府三小姐求爱不成，反用死来胁迫。这么没脸没皮的事情，她怎么做出来的？这种贱人死了拉倒，活着也是让爹娘没脸。哎，我听说那三小姐长得花容月貌，陈家哥儿怎么就看不上啊？就是纳回家做个妾也行啊。人家陈家哥儿可是入了翰林的，将来要做大官的人。听说那谢三小姐从小养在庄子上，除了脸好看一点，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连族里的丫鬟都比不上。陈清燕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拍，青着个脸就走出了酒楼。阿九恨恨地瞪了一眼隔壁一桌，心道：往一个闺中女子身上泼脏水，算什么本事？就在陈清燕大怒的时候，蒋氏也收到了外头小厮传来的话，顿时气得面如土色。哪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王八蛋乱嚼舌根子？这事儿根本就是自己儿子做的孽，跟谢玉渊有什么关系？京城官宦勋贵不仅重家世，也重女子清明。这下好了，三小姐名声坏成那样，满京城还有谁敢娶她做媳妇儿？儿子原本就心疼她，现在把人家连累成这样，她怎么能甘心？来人，备上一车礼，我亲自去谢府道歉。夫人，这个时候去，合不合适啊？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这个时候再不把事情说清楚，那谢玉渊就真的只剩下下嫁陈家这一条路可走。你去侯府一趟，跟我娘说，人家姑娘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让她自个瞧着办。是，小姐。这边蒋氏正往谢府赶，那边顾氏也得了外头的传言。我的亲娘哎，这二房真是往死里作践那丫头啊！母亲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这一下三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就在这时，大少爷谢承君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母亲，外头那些个关于三妹的传言可是真的？我的儿啊，这哪里是真的？你妹子就在边上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大哥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分明是陈家少爷拦着三妹，三妹不肯去。谢玉梅这么胡说八道，二叔都信吗？哎，儿子呀，他们的心思你看了这些年，怎么还没看出来呢？看出什么？这些年，太太大爷不就是想护住那对母女吗？越护越不像样，都快弄出人命来了。我去找祖父，这事不能由这颠倒黑白，我定要。你定要？什么你定要？这事儿跟咱们大房没关系。母亲，你们也不要怪我做事不管。二房这趟浑水，咱们万万趟不得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？昨儿个管家崔大奶奶来了，替你岳父传过来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分。他要让谢家分家？不是他要让，是希望我们能分家。儿子，娘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为了你这门亲事，咱们得罪了你三叔，二房高氏母女的身份就是个炮仗，一点就着。我和你父亲商量过了，这个家必须想办法分。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，赶紧回你的衙门办差去，别趟这趟浑水。谢玉湖越听越心惊，正要开口劝几句，却见一旁的薛姨娘拼命地朝他挤眼色，眼里尽是哀求。大奶奶，大奶奶不好了，陈家少爷来了。顾氏一愣，目光下意识地看向儿子。他来做什么？谢承君也是一头雾水。就在母子二人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又一个丫鬟跑进来。大奶奶，大奶奶不好了，蒋夫人也来了。蒋氏看着儿子，又是愤怒又是伤心。好好的，你跑来做什么？外头那些话难听，我把他们误会三小姐，过来解释一下。母亲也是听到那些不甘的话，跑来替三小姐说话的。多谢母亲。你不必谢我，一会儿我说话，你不要插嘴。现在谢家小姐已经处在风头浪尖上，那些娶不娶、嫁不嫁的话，暂时先不要说，先把眼跟前的事情处理了再说。陈清燕此刻已经后悔到姥姥家了，那天若不是她一意孤行，事情又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
都是做官的人了，凡事得三思而后行，冲动只会害了别人，害了自己。陈清燕暗暗咬着牙，不肯多说一个字。这世上她最不想害的人便是谢玉渊。小姐，小姐，蒋夫人来了，陈少爷也来了。小姐，他们母子这会儿过来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不管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，都跟咱们没关系。小姐，奴婢猜测，他们定是听到了外头的消息才来的。怎么能和咱们没关系呢？妈妈，出了这个事情，按道理说，陈清燕是不是该娶我？小姐都给她报过了，她不娶也得娶。她母亲蒋夫人会看得中我这样的人吗？倘若看得中，那天侯府设宴，也不用独独把我拎出来。罗妈妈听两个丫鬟说过那天的事情，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妈妈，她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陈家。我之所以要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，就是想着那蒋夫人讨厌我，怕我因此讹上陈家，定要把侯府的事情上门弄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小姐是想借力打力。哼，既然二爷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找个说话有分量的人，让他相信。谢二爷能不信吗？就算他对蒋夫人、陈清燕的话不信，永安侯府大总管的话，他总不能不信吧？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四丫头胆子大成这样，简直反了天了。哎，这事儿原本是我教子无方，连累了三小姐的闺名，我这心里万分过意不去。儿子，快给谢家老爷、太太、二爷赔个不是。陈清燕上前一步，直直跪倒在地。谢老爷、谢太太、谢二爷，这事都是清燕的错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要打要骂都冲我来。是啊，你们只管打，只管骂，不要客气。这孩子被我宠坏了，做事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罢了，哥儿以后行事须得谨慎些。起来吧。谢太太忽然有种不妙的预感，这母子俩上门不会只是为了赔礼道歉这么简单吧？果不其然，陈清燕站起身一抱拳。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外祖母第一时间下了封口令，任凭是谁都不准把闲话传到外边去。哪知道只过了短短一天，这事情就闹了个满城风雨。这倒也罢了，偏偏都说是三小姐的不是。老爷、太太，我虽然行事糊涂混账，但礼义廉耻还是知道的，断不会一白遮黑。对，侯府那头的下人都敲打过，宾客中知道的也不过3、5个，都是世家好友，也知道轻重。如今这话传出来，我也就忍不住想替三小姐出个头。是谁这么下作，要往这个可怜人头上扣屎盆子？当日府上四小姐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三小姐下狐，我看这事十有八九是。陈少爷，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不要乱说，这事儿我们谢府会查清楚的。但愿如此。谢二爷的脸黑成锅底灰。蒋氏见一旁的谢二爷脸黑成锅底灰，心里顿时猜了个七七八八，寒暄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。我呸，这什么狗屁人家，想让我儿子娶你们家的姑娘，做他娘的白日梦。母子二人走出福寿堂，正要往外门去，陈清燕突然顿住了脚步。数米之外，谢玉梅正往福寿堂走来，猝不及防地对上那双幽深清淡的眸子，她便再也挪不动脚。陈清燕冷笑一声，大步走向谢玉梅。阿九正要跟过去，被蒋氏拦住。夫人，姨娘教出来的，就是姨娘教出来的，放心吧，我儿子眼睛毒着呢。陈清燕走上前，目光肆意地盯着谢玉梅看。谢玉梅从小养在深闺中，又娇又羞，一张脸红得能滴出水来。你为什么把谢玉渊推到湖里？陈少爷，他勾引你，不守妇道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是吗？
不妨直白告诉你，是我喜欢他，想娶她进门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喜欢我，所以嫉妒他，也不撒把尿照照镜子。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，也配喜欢我吗？杰斯小姐，做人有点自知之明，我宁愿碰狗栏里的妓女，也不想碰你这种人。陈青燕，你算什么阿雾？我当然算不上什么阿雾，不过比起连亲姐妹都要杀害的四小姐来说，至少还像个人。你吗？连畜生都不如。说吧，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，甩袖便走。谢玉梅身形摇摇欲坠，眼泪落得又急又凶。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有福寿堂的丫鬟大着胆子走上前：四小姐，二爷请你去一趟。谢玉梅一听父亲叫她，心里慌成一团，连眼泪都下了回去。二爷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姑娘家大了。谢二爷看着他们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狠毒。按下打打杀杀也就罢了，闷壶里摇，只要外头这层遮羞布还在，怎么摇都没事。偏偏你们还不肯罢休，非要闹得满城风雨。二爷，青天白日的，你可不能把脏水往我们娘俩身上泼呀。不是你们还会有谁？你女儿黑的说成白的，方的说成圆的，明明是三丫头拒绝了陈家根儿，她非说三丫头勾引了陈家根儿，安的什么心呢？父亲，你听我说。你给我闭嘴！内宅里女人争宠的伎俩，谢二爷又怎么会不知道？不过是睁只眼睛闭只眼睛，由着他们罢了。祖母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撒谎，不该瞒着你，也不该推三姐姐下水，都是我的错，求祖母帮我说几句话吧。哎，老二啊，这会儿你再打再骂也没用了，想着怎么把事情解决吧。母亲，这事还能怎么解决？谢二爷心里忍不住阵阵害怕，这事儿会不会传到御史台，会不会传到宫中？万一宫中发落下来，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帽还能不能戴得住？谢二爷一想到这里，来人啊，我要休了这个恶妇！小姐，二爷打了四小姐一记巴掌，把人禁足了。小姐，少姨娘也被二爷打了一记巴掌，这会儿脑子要上吊呢。小姐，太太刚刚吐出一口血，大夫说是不太好。前院的消息一个一个的传到青草堂，谢玉渊斜倚在榻上，脸上淡淡含笑，这才是刚刚开始，就要死要活了。妈妈，青儿回来了吗？罗妈妈正在帮小姐熬药，还没回呢。小姐别急，武城兵马衙门离咱们这儿远，她还有些时辰。也不知道三叔这会儿到哪儿了，三爷这会儿肯定得了信，再往回赶。正说着，丫鬟菊生匆匆走进院里。小姐，刚刚奴婢看见大少爷回来了，没过多久又匆匆走了，连福寿堂也没去。听说昨儿个管家的崔大奶奶来了，可不是来了吗？也只往刘官堂略坐了一会儿，没往老爷太太那边去请安。崔家果然不简单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婚事早就定了，就算有什么也不用崔大奶奶亲自跑这一趟。依我看，崔家是给大房出主意来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？谢玉渊没有马上回答。倘若这门亲事真的按在三叔的身上，三叔有这么一个岳家帮衬着，前程当真不可限量。哎，妈妈，大房那头怕是想分家了。分家？苏指挥使，外头有人找，自称是谢家的人。去，把人请进来。算了算了，我自个实现。李青儿见他穿着官服，吓得先跪下磕头。你家小姐把你请来，是来给我磕头的。小姐让我把这个带给世子爷您看。一根银针，苏长山放在手心里瞧了半晌。说吧，你家小姐想让我做什么？
我家小姐求世子爷把这个想办法送到御史台。苏长山接过来一看，怔愣住了，这不是木之的字迹吗？上面的事儿还是他一起帮着查的。你家小姐还有什么话带到吗？没有了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告诉你家小姐，这事我找机会帮她办妥。我替我家小姐谢谢世子爷。用不着谢，以后让我做什么事儿别用这玩意儿，直接开口就行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家三爷回京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快了。派人给安王送一封信，把京城这几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是爷。还有，派人到北城门去候着，见着谢三爷，把人带到怡红院，说我有事找他。是爷。爷，请三爷来有什么说法吗？万一他……自己想办法。大庆刚走，二庆骑着马就到了跟前。爷，外头949坊都有谢家三小姐的传言，说是……把马牵过来。爷，您上哪去啊？苏长山没理会，翻身骑在马背上，搬救兵去。此刻的太医院里，张须怀刚刚从宫里问诊出来，就见苏长山冲了进来。须怀，两个事。好事坏事啊？一好一坏。那就先说坏事吧。坏事是外头都是三小姐勾引陈家少爷的传言，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的。这帮王八蛋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让人查了一下，源头是从谢府内宅传出来的，多半就是那个小府养的。好事呢？好事是三小姐要我把谢二爷的罪证交到御史台。早就该交了，这男人宠妾灭妻，满心算计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对了，我已经派人通知穆之啊。通知他做什么？这事我做得了主。你赶紧先把东西交到御史台，回头本太医瞅着机会，定要在皇上跟前滴一滴眼药水。张须怀，你可想好了要不要这么做？苏长山，我虽然和他断了师徒情分，但谁想欺负他，还得问问我同不同意。那穆之他……李景琰若是知道这个事，只会做得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孙家庄是他的福地，那丫头是他的福星，人家高家为了咱们就剩这么一条血脉了，护一下又怎么样嘛？喂，滴眼药水的时候你可机灵着些，别什么都往外倒，瞧着点皇上的脸色。你当我跟你一样蠢呐？哦，对了，上回我从宫里弄来的那只哑巴鸟呢，怎么在王府见不着啊？被他主子送人了。宫里的东西他送谁了？谢玉渊。不是说老死不相往来了吗？鬼知道他心里什么想法呀。李青儿赶回青草堂，小姐，世子爷说以后求他做事不用带银针，直接说话就行。还有这事儿他会找机会办妥的，快下去歇着吧，把汗擦擦。小姐，世子爷人挺客气的，一点架子也不拿。世子爷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小姐以后又多了个可以依靠的。妈妈，这人情啊，就像这副银针，用一根少一根。谢玉渊心知肚明，苏世子之所以一口应下，多半是看在那4000万两银子的份上，至于依靠就更谈不上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福寿堂里吵起来了。为了什么事？大爷大奶奶提出来要分家，正在闹呢。哎呀，被小姐料准了。老爷太太答应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太太都气得连刚喝的药都吐了。妈妈，让隔壁派人打听一下三叔到哪里了，分家是大事，他不在不好。是，小姐。罗妈妈前脚刚走，后脚大奶奶顾氏便冲进青草堂。三丫头在吗？阿宝与小姐对视一眼，顾氏走进来，房里浓浓的药味扑鼻而来。张太医的药没效果吗？哪有吃了就立竿见影的药？大伯母找我有事吗？阿渊呐，伯母也不瞒着你，太太身体不好，昨儿还吐了一口血，敲了好几个郎中，都不太中用。你看能不能劳烦你请动一下张太医？大伯母说笑了，张太医只给宫里的贵人看病，阿渊请不动。那天你落水，大伯母，那天落水请动张太医的是苏世子，不是我。那
能不能请阿渊去瞧瞧？刚刚在福寿堂闹了一场，太太又气死过去，人中掐了半天，半点反应都没有。万一气出个好歹来，他可担不起这个罪名。大伯母，我这点伎俩哪能给太太瞧病啊？太太金贵的人，还是请了好的郎中来看吧。阿渊呐，当初大伯母身上的那些旧疾，就是吃了你开的方子才去了根。我知道你是个能的，太太这次的病来势汹汹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先不说别的，只说你三叔的官位就保不住啊。谢玉渊扶额，太阳穴微微有些发痛。拿三叔来说事，大哥还有几个月就办喜事了吧？哎，可不是还有几个月，若太太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大哥这婚事也就黄了。他黄倒不打紧，关键是你二姐这丫头都17了，再耽搁3年可就成老姑娘了。你和她要好一场，舍得吗？大伯母，你可知道这几年太太心里在想什么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就是想弄死你们母女吗？阿渊呐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若肯出手，救的人又何止一条人命啊！劝大伯母求你，行不？谢渊没有想到顾氏会用一个求字，心里不由一震。顾氏这人出身商户之家，为了大房这1亩3分地，小精明小算计从来都不缺。对他有利的事情他干得比谁都快，对他有害的事情他闪得比兔子还机灵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却半点不含糊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让人又恨不起来。最重要的是分家一事势在必行，大伯母为了大房的利益，必定是要跟2房3房分开来的，自己向府邸抽薪，最好的办法也是分家，这样才能不连累到无辜的人。利弊权衡之下，谢玉渊苦苦一笑，正要应下，你就当为你外祖家积德吧。谢玉渊神色一冷，甩袖而出。阿渊呐，你别气啊，大伯母刚刚说漏了嘴，该打该打。阿宝在一旁简直气得要吐血，这哪里是说漏了嘴，简直拿刀子故意戳小姐的心啊！逼小姐给太太看病，一会儿拿3爷2小姐说事，一会儿又拿高家说事，这故事啊越活越成人精了。福寿堂里，谢家2个儿子都跪在太太床前，谢玉渊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床前坐下，3只手指扣住了谢太太的手腕。滚！谢玉渊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走。太太呀，您行行好吧，为这大哥儿二姐儿，您也得让3丫头瞧一瞧啊！您万一有个什么，您是一闭眼去，这活着的人可怎么办呢？大奶奶，哎，二弟，我这话说错了吗？好歹你也是当官的，长辈出事，你这官还能当得安稳吗？3年丁忧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谢太太原本8分病，被这一说就成了10分，人又气晕过去了。阿渊呐，你别和太太一般计较，她老了，糊涂了，你可不能糊涂。父亲也要我看吗？你要是能看就看，问我做什么？父亲信我。前头的事情是父亲错怪你，眼下你祖母病着，先帮她看病要紧。父亲，姊妹推我下水，少姨娘以下犯上，一句错怪我了，就了事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呸！这事儿要放在我大房，看老娘我怎么一个个弄死他们。大哥，老二，你大嫂这话说的没错。你们，父亲别气，知道错了便好。说罢，重新走到谢太太的床前。谢老二的脸色由青黑色转向灰败，不知道为何，他总觉得这丫头的眼睛里藏着一把刀。就在谢玉渊手中的银针扎向谢太太的百会穴时，北城门驶来一匹快马，马上的人一身官袍，蹲在地上的大庆一看来人，这可算是等到这位祖宗了。嗨，谢三爷，快停马！谢玉为手上缰绳一勒，
三爷，我家世子爷有请。不了，家里有急事，改天吧。三爷，我家世子爷也是找你急事，耽误不了多少时辰。三爷请。大庆翻身上马，谢以为他和苏世子不熟啊。两匹马扬尘而去后，沈荣从大树后面走出来，得赶紧告诉小姐，三爷被苏世子半路劫走了。谢以为苏长山会在酒肆或者茶坊见他，没有想到竟然是怡红楼。大白天的走进这种地方，谢三爷的脸红得像个猴子屁股，恨不得把脸塞到鞋子底下。以后还是离这个世子爷远一些，总在这种地方混的人好不到哪里去。谢以为刚走到天井，感觉头顶有道视线盯着他，一抬头恰好撞入苏长山的眼里。哟，谢三爷，别来无恙啊！谢以为一点也不想理他。谢三爷，上来喝杯酒水啊！这是有急事的样子吗？这分明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谢以为噔噔噔跑上2楼，深深一揖。世子爷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进来，坐。世子爷，家中还有急事，我就不做了。谢以为又怕进了屋有妖艳的女人缠着他应付不来。苏长山见他左边脸上写着迂腐，右边脸上写着别扭，顿时觉得好笑。放心吧，吃不了你，确实是有正事。谢以为这才心惊胆战地进了屋，好在屋里并无其他人，只在屋中间摆了一桌酒菜。只要没女人，谢三爷的胆子就肥了起来。世子爷，可以先喝杯薄酒吗？在喝到第3杯的时候，你的侄女曾经救过我的命。谢玉渊从福寿堂出来，脸色更白了。罗妈妈等在半路，心疼地迎了上去。小姐，刚刚那府里传来话，三爷刚进城就被苏世子劫走了。劫走了？苏长山劫三叔做什么？罗妈妈摇头表示不知道。谢玉渊在心里急了起来，想了一路，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小姐，太太的病情怎么样？经半个月的针，再吃几副药就好了，不是什么大病。太太肯吃小姐开的药方，她是不敢的，所以她这病好得慢。那这家能分吗？都说父母在，不分家，能不能分就看大房那头坚定不坚定。老爷和太太是不会同意的。是啊，分了家，他们跟着哪一房好？聪明的就跟着大房，终归是长子长孙。若是跟了2房，那就有的苦吃了。谢渊，你给我站住！二少爷，找我什么事？谢成林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罗妈妈见状不妙，挡在了小姐的面前。老妖婆，给我滚远点！嘴巴放干净点，骂谁老妖婆呢？骂她老妖婆你就受不住了，我还没骂你小贱人呢。一个庶子，竟然敢骂嫡女！二少爷，少姨娘和4小姐说要给青草堂磕头赔罪，我看我应该少了你。我呸！凭你也配啊！在拱桥后面私会陈青燕，你真当我不知道你龌龊的心思啊？活该被我妹妹推下水。和少姨娘的贴身丫鬟，天当床，地当被，不知道我们2个谁更龌龊一点，活该你名落孙山。你！谢成林气得太阳穴突突的跳，抬起手就要抽上去。谢玉渊手里的银针一闪而过，住手！谢玉为冲过来，对着谢成林就是一脚。小畜生，你竟然还敢打人！三叔，我别叫我三叔，谁是你三叔？你给我远点！再敢靠近阿渊半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还不快滚！谢成林不怕谢三爷，却怕他身上穿的那身官服，愤愤离去。阿渊，你怎么样？三叔，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？这小脸白得跟个鬼似的，还能看吗？这小生为什么打你？为了少姨娘他们。他和尤莲找人算账，我还没找他们算账呢。快说说，现在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三叔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房再说。
到我书房来吧。谢玉渊心头一惊，那地方自打出过事后，他便再也没有踏入一步。谢三爷喉咙轻轻动了下，一肚子的话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三叔想问什么便问吧。我刚刚入城，我被苏世子叫了过去，他说你救过他一命。谢玉渊大吃一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苏长山竟然把这事儿透给了三叔。为什么？有什么用意？迫于压力，谢玉渊只能点点头。苏世子还和三叔说了什么？没了，就说你救过他一命，他心里一直感激着。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，让谢玉渊心里顿时火急火燎起来，努力的猜都猜不出苏长山的用意。对了，阿元，你什么时候救过他？三叔，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咱们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再说。哦，阿元，三叔虽然没什么大用，但这身官服还是有几分威严的。你别急，我这就给你讨公道去。三叔，现在有件比我们讨公道更重要的事情摆在面前。什么？分家。分家？谁打算分家？大房打算分家。三叔的意思呢？我没想过。三叔，依阿渊看，还是分了的好。为什么？三叔，不为别的，便是为了你的前程，这家都得分。为了我的前程？没错。三叔回来之前，管家的崔大奶奶来了，她一来，大房就闹着要分家。崔家世代为官，鼻子比那老鼠都要好，香的臭的闻一闻就知道了。能牵连到大房，自然也能牵连到三叔。三叔不为别的，就为着自己将来的婚娶，也应该想办法把家分了。谢三爷呼吸一滞，像是头一回见到侄女似的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三叔若能分家出府，也许有一天娘和阿渊真的走投无路了，还能来投奔。走投无路，谢三爷像磐石一样坚定的内心突然被这话生生地分割出一道缝隙来。对呀，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谢老二那个混蛋，既然能修一次，自然能修第二次。万一真有那么一天，二嫂和阿渊也不至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对，必须分家，将来你们母女跟着我，日子也能太平一些。三叔，这会儿大伯、大伯母都在府里，三叔不妨和他们好好商量，看看如何把这个家给分了。我立刻就去。绿柳居里，谢玉梅一头扑进邵氏的怀里，哭得快死过去似的。邵氏跟着一起掉眼泪。姨娘，这会儿可不是哭的时候，得赶紧想办法才行啊！哭一哭，心里好受些，否则这日子这么长，要怎么熬过去？李嬷嬷听这话里的意思，吓了一大跳。姨娘这回是把谢家都恨上了。姨娘不好了，刚刚米姨娘昏过去了，说是请了郎中来诊病，说是喜脉，都已经3个多月了。什么？这小贱人可真是闷儿坏呀！表面上对姨娘你服服帖帖，暗地里却……姨娘别怕，瞧奴婢怎么把她肚子里的孩子给弄下来。赵姨娘却像不曾听见似的，整个人眼睛都直了。唉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一下绿柳居的处境更难了。男人啊，都是福星薄幸，今儿要你的时候，嘴上像抹了蜜似的，明儿你碍了他的事，话就跟刀子似的戳了上来。得意了几十年，没有想到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。敏姨娘的怀孕，男人的巴掌像把匕首撕开了最真实的内里。邵姨娘爱这个男人不假，可她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清醒的知道，把自己摔向深渊的也是他。外头现在是个什么动静？大房闹着要分家，太太都病了。哼，顾氏那个蠢货最是精明不过，从前二爷得势时巴巴地凑上来，现在儿子出息了，就想着分家。哼，以老奴看，分了也好，姨娘到时候还能管着家，又和从前一样。
就怕二爷那个大孝子不肯。肯不肯的，不是还有大房吗？姨娘，分家的事情咱们不掺和，姨娘先拢回父亲的心，要有了父亲的宠爱，姨娘早晚有一天能扬眉吐气。赵氏和李嬷嬷听了同时心惊。你们不用这样看我，从前是我错了，总想着有姨娘在，天不会塌下来，哪曾想父亲连姨娘都要休，是我得意太过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总想着那人从乡下来，能有什么本事和我们斗，是我太小看了他。我的儿啊，你这才算是说了句人话呀。姨娘，以后我不仅要说人话，也要做人事，我也不会那么蠢，被那个小贱人踩在脚下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踩在脚下。姨娘，妹妹，姨娘，刚刚孩子去找那贱人算账，害了三叔一记窝心脚。倘若二哥也像大哥一样中进士做了官，你看三叔的脚还敢不敢踢上来？我那贱人好歹还有三叔护着，姨娘和我却是连个护着的人都没有。二哥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我会的，我会的，包在我身上。倘若从前赵姨娘听到这话，目光必定是在儿子身上打转，但这一回她的目光却是落在了女儿身上。这丫头竟是一夜之间长大了。仅仅一盏茶的时间，敏姨娘怀了身孕的事情就人尽皆知。能在嫡母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的庶女，果然不是笨人。赵姨娘禁足，没有机会在她吃食里下手脚，她也可以趁机名正言顺地笼络住谢二爷的心。反正现在谢二爷对邵氏母女一肚子的恨，时机人心算计得恰到好处。谢玉渊心中暗暗赞赏，换来李青儿让他晚上多做几个菜，亲自送到敏姨娘的院里去。交代完，他拿起医书却无法静下心来，也不知道师傅他老人家把未温的伤治得怎么样了。张旭怀此刻正低头站在大殿外头，李公公走出来。张太医，皇上有请。有劳公公。张旭怀跪下行礼，拿过一旁的帕子盖在皇帝的手腕上，3指落了下去。如何啊？哦，有些上火，多吃点清淡去火的东西就好了，连药方都不用开。皇上的身体极好。从前那些个太医，总说朕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恨不得明儿就要驾崩。你一来，朕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恨不得朕能长命100岁似的。长命100岁都是骗人的话，但皇上一定能够长寿安康，是臣可以预见的。哟，今天这嘴呀，倒像是抹了蜂蜜似的。张太医怕是遇到什么高兴事儿了。高兴事倒是没有，只是听着外头市井里的趣闻，觉得挺乐呵的。宝乾帝年轻时最大的爱好便是游五湖四海，听市井趣闻。如今年纪大了，四海是游不起来了，趣闻却一样爱听。张太医，说来听听。臣今天在外头听到一件好玩的事儿，现如今这闺中小姐的胆子，可真是大上了天哦！光天化日，竟敢私会少爷，逼着人家少爷娶她。人家少爷不娶，她二话不说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湖里。皇上，您说这姑娘胆子大不大呀？朕活了一把年纪，都头一回听说。这是哪个府上的小姐啊？行事这么出格。还有哪个府上啊？不就是那谢府吗？张太医，京城这么多谢府，您倒是说清楚啊，哪个谢府呀？就是新晋的谢探花家呀。那府里的男人倒是挺争气的，怎么女子是这个德行啊？李公公眉头一皱，谢家的哪位小姐呀？还能有谁呀？不就是那个谢三小姐吗？打小养在庄上，半点家教都没有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宝乾帝的脸慢慢沉了下来。我记得这三小姐从前还捐过嫁妆，觉悟挺高，怎么如今长歪成了这样？真是奇怪。皇上，
臣追随，臣告退。皇帝挥挥手示意他离去。张旭怀恭恭敬敬行完礼，悄然退出。李公公打量着皇帝的脸色，不敢多说。老霍，你怎么看呢？老奴觉得市井之言不太可信。那就查清了来。是。约莫过了1个时辰，李公公去而复返，身后还跟着禁军统领袭敬。皇上，此事卑职已经查清楚了，纯属谣言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